所以刚才讲的是讲说对 CO2 啊，哈，我们讲说这是第一种最严重的温室效应气体。第二种是什么？甲烷。甲烷就是天然气啊，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就是甲烷，所以甲烷是一个非常好的什么样？非常好的燃料。但是呢，如果这个燃料呢，一旦逃逸到大气里面，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什么温室效应气体。所以我们讲说甲烷大部分来自于什么？第一个沼气嘛，对不对？不是什么诸葛亮什么去七擒孟获嘛，到什么地方去就有沼气嘛，怎么样嘛？所以从沼气就知道说，任何东西啊，那种烂泥巴或是说那种掩埋场啊，甚至都是这个甲烷产生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然后排泄物也是啊。我不是讲过说我们陈院长跟生科的老师有合作个案子吗？在做一些猪只的排放物，然后把它变成沼气啊。这个沼气的话，可以用来做一些燃料嘛。所以沼气很多是跟什么样？是跟那个畜牧农业有关的，畜牧业跟农业有关的。当然工业也有关，为什么？工业大部分的沼气是来自于你开采的时候，你的燃料甲烷跑出去，这是几个主要的来源啊。这是沼气。所以我们讲说，就是这个。沼气事实上它也是蛮可怕的，它甲烷最近成为一个新闻重点，它温室效应的效果同质量啊的那个甲烷的话是这个27倍，这个不是绝对的啦，20几倍啦，你就把它置为20几倍，因为它会随着这个环境不一样，它的整个效果会不一样，所以说大家。一个大概讲是21倍到27倍之间的，所以甲烷虽然量少，不过呢，它的那个效果比二氧化碳多啊。这看甲烷啊，这个是历年大气里面的甲烷的什么样？甲烷的一些那个量测出来的值啊，这是在几个地方量测，比如说有的在南极洲量测的，有在 Greenland 在什么格陵兰量测的，一个叫做什么 Tasmania 就是什么塔。有个小岛了，一个岛，非洲旁边一个岛叫什么？塔斯马尼亚，应该是那个，对不对？是那个嘛哈。在澳洲哦，不是 ，OK， 对不起，那不是那个，我讲地理那不好。好，我们这边有个地理很好的叫那个岛啊，那个岛叫什么岛？塔斯马尼亚是吧 ？OK 啊，塔斯马尼亚岛这边量测出来的。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基本上它的什么样？它的那个这几年的什么呀的那个上升量也是很多啊，所以。甲烷也不是我们应该就可以忽略的。那甲烷的大部分的来源在什么地方呢？你看一下有几个啊。第一个当然是说 oil and gas 有18，就是说你在开采过程的时候燃料外泄。另外一个是什么样？这叫做什么？肠胃的发酵啊，就是说一些反刍类动物啊，它反刍类动物的时候，在肠内一些消化运动，它也会产生什么样？甲烷，也很大呢。然后还有一些什么东西，一些我们种稻田的时候，的一些土地啊的什么一些，反正种稻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甲烷，还有一些什么 landfill， 就是一些你做垃圾掩埋场，所以几个这个东西是平常我们比较少看到，但事实上也是会那个什么，会影响到蛮多的哈。这看一下哈，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哈。所以如果来看的话，2010年整个甲烷的什么样排放量？因为什么？这是什么？因为能源相关的产生的是什么样？有达28%，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字啊 ？agriculture 那个农业，因为农业相关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农业相关，所以因为农业相关会排放出很多甲烷啊，这大家知道一下就好了。好，那这个也是看一下有没有。这个是那个大气里面的甲烷的含量有没有？从1983年的记录，也是上升很多啊，也是上升蛮多的哈。然后这个是让大家看一下，是说甲烷刚才看过了，甲烷整个来源啦，你看前几个就好了啦，前几个就好了。天然气系统，因为现在就是甲烷排放出很多，然后因为一些肠胃的蠕动、一些发酵产生反刍类动物的一些作用，然后还有什么掩埋场，什么那个 coal mining 那个挖煤矿这样子哈，再看一下了哈。反正就是说让大家知道说甲烷它跟二氧化碳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二氧化碳大部分是来自于工业活动，因为你燃烧化石燃料，但是甲烷大部分是来自于什么样？来自于一些农业活动，或者是一些能源的开采，它产生的甲烷，然后甲烷也是那个上升非常多的哈。这个是一张
我昨天看到一个图，我觉得蛮有趣，但是我还没有很好研究，还没有很详细知道说为什么后果是什么。他说呢，在北极这个地方地底下有很大量的甲烷，他甚至说有一天会有可能会像火山爆发一样，把这个甲烷释放到大气里面。这个整个地球，你看在北极这边的那个甲烷量很大啊。当然现在所以说这个东西现在的被看得很多，但是呢，一旦这个发生了之后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好像还没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结论。但就是说，大家现在已经慢慢的把注意力又往甲烷这边看了。二氧化碳呢还是一直看，但是因为已经宣传了很多了，大家已经知道了。那甲烷这一方面恐怕是未来要注意的哈。好，这个是讲说，你看刚才就看过有没有 CO2 跟什么呀？跟温度的相关性，这是甲烷，把它放进来，有没有也很相关，对不对？所以呢，看得出来是说你的温度上升不是只有 CO2 的影响，跟甲烷也是正相关的。搞不好哪一天如果把什么气体弄上来也会差不多，我不知道啦。搞不好这个，但是最起码我们看到几个，然后最主要是什么？这几个数字你会觉得很惊人了，有没有？这个地方在2013年的6月16号，竟然飙到什么1800，之前都在这个地方而已，都在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子飙那么高，然后那个什么二氧化碳也是飙很高。对不对？基本上它的浓度，它是大气层的浓度里面飙高的很高啊，所以基本上可以就讲说这两个区域啊，所以我们在讲温室效应气体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把它注意在这个二氧化碳上面，甲烷上面也要，所以不是才会什么吃素救地球吗？为什么吃素可以救地球？牛啊，对不对？那些东西的话，第一个你少养它。我们讲过说，它的反刍类动物的话，基本上刚才看到说有一大部分的甲烷是来自于这些活动，所以说你如果少吃一点的话，你就可以少养一点。但是我是不晓得这种论调是不是对了，不过就是你如果不喜欢吃牛肉就不要吃嘛，对不对？啊，如果喜欢吃的话也不要吃太多嘛，就这样子嘛，东西都不要过量嘛，啊，怎么样？会有一个循环在。对，就是一定有一个循环，就是整个周期啊。那之前也没有什么吃素救地球问题。没有，那现在的看法就是说，因为现在人类越来越多，所以说你的任何，比如说你的那个牛只的，为了要供应那么多人，你的牛只的数量已经远比自然产生的牛只多太多了。就完全就是因为你人太多，所以说你的活动已经违反了整个自然。这一切都是可能人口没有很多，然后自然循环这样子，对啊，搞不好你如果以这个 scale 来看的话，这40万。搞不好过几年，搞不好明年一个大战就掉下来，所以这个也是一点而已啊，对啊，所以说这个循环是一定有，只是说这些波折，我们一般讲说这些波折到最后一定要回归循环嘛，那回归循环是用什么方式回归它？不知道啊，希望不要是一大灾难啊，如果可以慢慢的，就好像说我们现在不是讲房价太高吗？啊，你希望它可以慢慢的缓跌，不要一下子跌下来，一下跌下来的话就整个就不行了，一样的道理啊。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我说之前好像也没有工业革命之前好像就已经会有上升了。没有，这个都是几十万年呢，所以你工业革命才不过几百年。现在上升是因为工业革命之后的影响。啊，对，就是说，其实应该这么讲，应该是说人口过多，所以说人口的活动，所以产生出来的一些东西都太多了，这样子，对。以前没有工业革命还是高这么高？以前没有这个高。这种高法，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像什么冰河时期、什么时期啊，那种是整个的地球周期啊，所以本来就是说一段的时间，地球就会一些大的一些，就好像太阳黑子嘛，对不对？你过一段时间就会黑子出现嘛，黑子出现的话，太阳里面的内部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嘛，那种变化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你就是这个生命周期啊。我这样讲好像。我们现在做什么也无法改变，反正就是一个周期。所以刚才就有一个 argument， 就是说怎么样，到底这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刚才不是有一个非主流的意见吗？就是说，基本上有可能这种变化根本也不是人为，是自然，就是在这个地方刚好需要出现一个这样的扰动，有可能啊，这个有可能啊，所以我们在讲，所以说我的看法是说，不用去管它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觉得这是对的，就去做它，
就这样啊。当然，很多人会提出一些更具有说服力的，具有说服力只是让你觉得说，哦，我做这个东西是因为我必须要有这样更大的动力。有些人就是你就体认到了嘛，对啊，所以不过呢，这个短时间看起来这东西应该是人为的，但是呢，你一旦拉得长，搞不好马上就掉下去了啊，因为人为的产生就会有人为的破坏，所以说搞不好用人为的机制让它回来。所以我讲说哪一天发生什么大灾难或大那个什么大战争，就马上掉下来。所以这一点拉起来，这一点也不见了。当你看整个周期的时候拉起来，这点不见了，搞不好这边曾经在一个古文明里面也拉到很长啊，只是那个时间可能只有30年而已，30年这个地方根本就不见了，对啊。所以我常常讲说哈，我们在看东西哈，有时候就是说要看那个时间的长短啊，不要如果直接看某个地方的东西这我好像没什么力量讲，这个以后有机会再讲这个东西啊。我现在已经准备要吃饭了，已经，我连讲废话都没有力气讲废话了。OK 啊，好，所以我们讲说就是刚才是讲第二种那个什么温室效应气体是什么呀？甲烷。第三种是什么 ？N2O。N2O 更明显都是来自于什么？农业。大部分都来自于什么呢？比如说你那个肥料啊什么，或是说一些那个土地的一些影响啊，都是来自于那些东西的。真正来自于一些什么一些其他的，比如说像可以从从海洋里面会释放的啊，或是因为化石燃料燃烧的那个 N2O 不多啊，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农业活动来的啊，基本上大概这样。然后它的量也不是太多啦，它唯一需要讲的是因为。刚才讲说甲烷的温室效应效果是20几倍 ，N2O 的效果是二氧化碳几倍，160几倍，所以变成说，因为它的温室效应效果又更大，但是它量确实不多，所以基本上比较没有在被探讨。这边看一下，就是说全世界因为农业活动产生的 N2O 的那个排放率啊，你看这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刚才都是像什么美国这种地方有没有？那个欧洲这种地方 CO2 排放很多，因为工业相关的。N2O 的话跟农业相关，刚好颠倒。有没有看到？大部分在什么地方？在这种地方，而在这种东南亚地方比较多，因为农业才会产生比较多的 N2O 对不对？而这种 N2O 基本上我们现在也不太会管了，因为它跟农业不是说不太会管，就是说注意力不在它身上，因为毕竟跟农业相关了。不过就是看一下。然后这边是什么？这边是一个是 N2O， 从1990年到2030年了基本上它的 N2O 的那个排放量的成长还是有，但是就没有那么剧烈，而且你看得出来，大部分都是因为什么样？都是因为 agriculture。到这边之前这边是因为农业那个农业的土里面排放出来，这边是一些肥料产生，因为肥料最后产生的一些。这是其他的农业活动产生的，这边所以说大部分都是跟农业相关的所以可以看得出来，非常跟 CO2 不太一样这个全世界的那个。好，第四种就是一些什么跟氯啦、跟氟啦一些相关的化合物，这种东西它的温室效应效果很大，它可能是那个什么 CO2 的什么上千倍的，但是它的量很少。但是这种东西又有个问题，就是它一旦上去之后会存在那地方很久，不会被分解，所以然后它大部分是一些比如说有挥发性的物质所以比如说冷媒讲到冷媒就讲到我们王启川老师他是专家嘛，对不对？基本上不是我们练热力学不是什么 R 什么134A 什么有没有东西嘛？有没有？他现在不是要用什么 R1234XYZ 的，我不知道忘记了。他现在不是在做一种。他们在研究一种叫做 不知道是1234还是什么 XYZ， 我忘记了，名字忘记。有没有他的学生？他是要做什么 RXYZ 还是1234？反正不管了，就是这样，就是说基本上那个冷媒就是属于这种东西嘛。然后还有灭火器，不是什么海龙灭火器吗？对不对？那现在都不能用了嘛，都是被禁止。这种东西除了是温室效应气体之外，还是一个臭氧层破坏一个元凶。所以它会被禁止很快，不过呢，就是因为它量也不多了，它量也不多，然后在某些大部分都是一个叫蒙特罗公约里面就禁止使用了，在蒙特罗公约里面就禁止使用了，所以它也不多了
所以这边就是一个总表，看一下就是说不同的什么样，不同的二氧化碳那个温室效应气体，从最开始的什么样二氧化碳、甲烷、N2O 到其他的一些那个氯氟化合物的这样子，它的关系是它这个化学在这个地方，这边是一个叫怎么样，叫做 GWP 啊，叫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就是相当于说，如果我以二氧化碳为1的话，那么同样质量的，基本上它的产生的二氧化碳那个温室效应的效果，21倍、310倍什么？你看这边的6000多倍啊，1000多倍啊。好啊，所以说你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然后再乘它总量，就知道说它整个占温室效应气体有多少。好，所以说大家也知道这个 GWP 叫做GWP 叫 Greenhouse Potential 哈。好，所以这边也是一个总体的一个总体的，比如说这个是什么 CO2， 那个什么 methane 甲烷，还有 N2O， 它们的来源是什么？这我就不讲了啦，大家看一下。如果有兴趣，你就看一下说，如果你要减低哪些东西，要从哪个工业下手，对不对？这当然没话，这几个一定大的是什么呀 ？Power station 啊，发电厂啊，发电厂里面那个燃油那个什么那个 CO2 的元凶啊，工业活动啊，还有什么样运输啊，对不对？还有什么农业啊？所以这几个你自己这几个大的 sector 你自己要知道，这个是总的哈，这个是所有的那个 greenhouse effect、greenhouse gases， 包括那3种。那如果你把它分开个别的话，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这样子你就可以去分析哦，给大家一个参考而已了哈。这是美国啦，你看这是什么？美国这几年二氧化碳、甲烷、N2O。其他的一些化合物，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大部分还是怎么样，还都是二氧化碳。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温室效应，还是都以二氧化碳为主？因为它这个已经是把它换成相当几吨了，所以说这个质量是绝对比值了哈。所以大部分还是二氧化碳产生的。好，这个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美国。Solution， 不用我讲了吧，对不对？节能减碳就是这样子。然后呢，如果真的没办法解，没办法减。没办法解，没办法省的话，那怎么办？就把它抓起来，就把它藏回去吧，对不对？就可以怎么样做二氧化碳的什么捕捉跟什么跟封存嘛。这是现在事实上国外做了很多，台湾现在都因为环境的关系还没有适合的，所以基本上做的还比较少一点嘛，对不对？所以2大方向，节能减碳，没办法就捕捉它、封存它。或者是怎么样，就提升我的能源科技，可以让我更有效率的使用能源，可以减少排放量这样子哈。这几个大方向大家都知道了。